他是把心理战玩到极致的顶尖少尉，残局博弈里屡屡打出像开了挂一样的逆天翻盘。他还是队里最能兜底的纸尿裤代言人，赛场守得住防线，就连夺冠捧杯都要在底下兜住杯底。他就是要技术有技术，要残局有残局，要身高有技术和残局的邪恶小法师球球。球神伟大，无需多高。都说玩战术的心都脏，球神的算盘连队友都能算进他的取舍里。队友下回合免费刷新，辽犬丢了，下回合可是还要花钱买的。他开门就让他抽死队友都没关系，但是自己基地不能死。怪不得球神残局多呢。有人说球神不如球神，有人说他是无畏契约、当之无愧的世一少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站在世界之巅的顶级选手，出身单亲家庭，曾靠着4块机械键盘的赛事奖励开启职业路，在行业寒冬里熬了整整3年，才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冠军荣光。球球本名万顺志，2003年11月27日出生在重庆。球球既是他游戏名的谐音，也是粉丝对他的亲昵称呼。他是大家口中的兜底神、责任神，也是笑声最魔性的邪恶小法师。和很多早早被战队发掘的天才选手不同，球球的电竞路从一开始就写满了不容易3个字。读书时期，他便下定决心走职业电竞道路，毅然放弃学业，全身心投入 FPS 项目训练。出身单亲家庭的他，这个决定不出意外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。在长辈看来，读书考学才是安稳的出路，靠打游戏谋生根本算不上正经选择。面对家人的反对，骨子里带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的球球，跟家人立下了军令状，给自己1整年时间全力冲击职业赛场，要是没能打出能拿得出手的成绩，就彻底收心回归学业。可这条路刚迈开脚步，就撞上了国内无畏契约的行业寒冬。那时候无畏契约尚未拿到国内版号，国内电竞赛道远没有如今的风光，官方职业联赛少得可怜，正规战队的新人招募机会更是凤毛麟角。在收到正规战队邀约之前，球球一直征战民间赛场，孤身辗转在各类大小线下赛事里摸爬滚打。那段日子，他辗转各类民间小赛事，收入大多来自微薄的赛事奖金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可他从来没放弃过，每天练枪到凌晨，反复观摩偶像 Nets 的第一视角录像，拆解防守思路到眼睛发酸，在无人问津的寒冬里磨出了扎实的技术底子。2021年3月 ，EDG 向球球递出了职业邀约，他顺理成章成为了战队的元老之一。然而刚签约没多久，无畏契约国服版号审批陷入停滞，官方职业联赛体系完全空白。再加上2021年第3方赛事假赛风波后 ，CN 赛区被剥夺国际赛事参赛资格，国内只剩下一些小型的比赛，战队没有稳定奖金收入，选手薪资也少得可怜。那段时间，整个国内瓦圈都弥漫着低迷的气息。同期入行的选手，有的转行去打别的游戏，有的干脆放弃电竞，找了份安稳工作。身边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，可球球始终雷打不动地泡在训练室里，这一熬就是2年，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。2023年7月，国服正式上线 ，VCTCN 官方联赛也渐渐步入正轨，而球球也终于让所有人看到了他2年蛰伏沉淀下的恐怖实力。在赛场上，球球的标签永远是稳，是兜底。看到1打多的残局，只要看到那一个人是球球，就总感觉会有机会，因为他可是球神啊！他的残局处理冷静到近乎冷血，对手的走位习惯、道具教法乃至战术心理，全都在他的精准预判之内。无数次队伍濒临崩盘的时刻，都是他靠一己之力守住赛点，硬是把队伍从悬崖边拉了回来。不是玩少枪法硬，是枪法硬的才玩少。不少人至今还对少尉有刻板印象，觉得不就是蹲点阴人放道具的混子喂？而真相恰恰相反，少尉是队伍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最常面对的就是队友全掉，自己1打多的残局。这种时候，道具和信息都已经用到极致，最终能不能翻盘，全靠枪法，能不能稳准狠的收下每一个人头。球球能被称为兜底神，靠的不只是算准对手走位的心理战，更是枪够硬。2024全球冠军赛上，他多次在队伍濒临崩盘的赛点局，靠单人防守守住点位。决赛里莲华古城的无伤5杀更是最直观的证明。He is the immovable object of EDG. And could we have it any other way?